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让人又心酸又心疼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小芳，是河南一个艾滋病高发村庄出生的姑娘。这个故事要从19年前说起，当时小芳才9岁，可命运和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那是2006年，河南某些地区因为大量村民卖血而引发的艾滋病疫情正处于高峰期。小芳的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补贴家用，也加入了卖血大军，结果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短短2年内，父母相继离世，只留下9岁的小芳和7岁的弟弟相依为命。爸爸妈妈走的时候，我连哭都不敢大声哭，怕吵醒睡着的弟弟。小芳告诉我，那天她强忍着泪水，把弟弟搂在怀里，不知所措地看着村里人把父母抬走。父母去世后，小芳和弟弟被迫搬到大伯家生活。说是大伯家，其实就是村子边缘的一间破旧土房。大伯也是个苦命人，老婆早年丢下他跑了，一个人拉扯大了2个儿子。大儿子外出打工，二儿子常年有病在身。那时候村里人都怕我们也有病。小芳回忆道，因为村民的歧视，她和弟弟被迫辍学，没人敢接近他们，甚至连学校也不愿接收他们。大伯虽然收留了兄妹俩，但自己也是贫困潦倒，根本无力给予太多照顾。10岁那年，小芳就开始跟着大伯到处打零工，有时候在建筑工地捡砖头，有时候去田里帮人拔草。小年纪的她，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但她从不喊苦喊累，因为她知道自己还要照顾弟弟。弟弟身体一直不好，可能是营养不良吧。小芳说，弟弟整天咳嗽，瘦得像根竹竿。村里卫生所的医生看了，说是肺炎，需要去县医院治疗，但那时候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看病？命运再次无情地打击了小芳。在她16岁那年，弟弟因肺炎并发症离开了人世。弟弟走的那天，我抱着他，他轻轻地对我说，姐，你去城里吧，别在村里了，村里人都嫌弃我们。说到这里，小芳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小芳决定独自逃离这个伤心地。她不辞而别，只给大伯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要去城里打工。带着仅有的几百块钱，她坐上了开往郑州的长途汽车。到了郑州，人生地不熟的小芳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洗碗工、保洁员、传单员，只要能赚钱的活她都干。那段时间，她住在城中村最便宜的地下室，每天省吃俭用，就为了能多攒点钱。最怕的就是生病，生病就意味着没收入，还要花钱。小芳说，有一次她发高烧到40度，硬是靠着冷水擦身体和几粒退烧药撑过去的，因为她知道医院对她这种没有任何医保的外地人来说是多么遥不可及。更让小芳害怕的是，村里关于她的谣言竟然传到了郑州，有老乡认出她，说她是艾滋病高发村出来的，可能也是个艾滋病携带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小芳失去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饭店服务员工作。我明明检查过，我没有病，可是谁信呢？小芳无奈地说，为了避免谣言继续伤害自己，她决定远走他乡，去更远的地方重新开始。2015年，20岁的小芳来到了广东深圳。在深圳，小芳先是在一家服装厂做普工，后来因为勤快能干，被提拔为小组长，生活似乎终于对她展露了笑脸。她开始租了一个小单间，买了新衣服，甚至存了一点钱。那时候我觉得，只要努力，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那年，25岁的小芳在一次企业交流会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伟。阿伟是台湾一家电子公司的技术员，到深圳工厂进行技术指导。初次见面，阿伟就被小芳的坚强和乐观所吸引。他眼睛很有神，说话很有条理，完全不像只有初中文化的人。阿伟后来告诉我，他一眼就看出小芳与众不同，而小芳对阿伟的第一印象是斯文、有礼貌，说话好听。确实，相比大陆男生的直来直去，台湾男生普遍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阿伟说话轻声细语，总是一口一个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这让从小缺少关爱的小芳感到非常温暖。
两人迅速熟络起来。阿伟主动加了小芳的微信，开始了日常聊天。小芳起初很警惕，害怕阿伟只是玩玩而已，毕竟在她看来，台湾人是外国人，和大陆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怎么可能认真对待一个农村出身、没学历的大陆女孩？她会不会只是想找个大陆女孩玩玩就走？小芳当时有这样的顾虑，这也是很多大陆女孩面对台湾或香港男生时的普遍担忧。但阿伟的真诚和坚持打消了小芳的疑虑。阿伟每天都会给小芳发消息，关心她的生活，分享自己在台湾的日常。有一次，小芳生病了，阿伟二话不说订了最早的机票飞到深圳，陪她去医院，照顾她3天才离开。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会这么关心我。小芳说，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无条件关爱的温暖。然而，爱情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阿伟向家人提起要和小芳交往时，遭到了强烈反对。阿伟的父母是传统的台湾中产家庭，在他们眼中，大陆女孩大多数是来台湾找钱的。我爸妈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90年代，觉得大陆很穷，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就是为了钱。阿伟无奈地说，其实这种偏见在台湾社会相当普遍，尤其是老一辈人，他们对大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几十年前，认为大陆人都很穷，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就是拜金女。殊不知，现在的大陆发展的非常快，尤其是像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生活水平和台湾相差无几。而小芳虽然出身贫困，却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根本不是阿伟父母想象中的那种只为钱而来的女孩。阿伟的父母甚至直接表态，宁可你找个日本女孩、韩国女孩，也不要找大陆的。面对父母的反对，阿伟并没有退缩，他给父母看小芳的照片，讲述小芳的故事，希望能改变父母的看法，但效果甚微，他的父母依旧固执己见。我爸妈最担心的是，大陆女孩嫁过来后会不会适应台湾的生活，会不会和家庭格格不入，会不会有文化冲突。阿伟说，这也是台湾家庭对于儿子娶大陆女孩普遍的担忧。他们认为，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几十年的分隔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文化差异，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大不相同。小芳这边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她已经与村里的亲人断绝联系多年，唯一还有一丝联系的就是大伯。当小芳告诉大伯她正在和一个台湾男孩交往时，大伯的第一反应是，台湾，那不是外国吗？你可别被人骗了。在大伯的印象中，台湾遥远而陌生，如同外国一般，他担心小芳会被骗，甚至可能被拐卖。而当小芳解释台湾其实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现在分隔两地时，大伯依然半信半疑。大伯说，你爸妈不在了，现在我是你唯一的亲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骗到外地去受苦。小芳说，大伯的关心让她感动，但也让她陷入了两难。更让小芳担心的是，如果告诉阿伟自己的真实家庭背景，他还会接受吗？如果阿伟知道他来自艾滋病高发村，父母是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的，还会爱他吗？这个秘密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小芳心头，让她无法全心全意地投入这段感情。犹豫再三，小芳决定向阿伟坦白自己的过去。她约阿伟出来，带他去了深圳最普通的一家茶餐厅，点了2杯奶茶，然后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故事。我怕他嫌弃我，怕他听完就走了。小芳说，那天他说完后，眼睛一直盯着桌面，不敢看阿伟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阿伟听完后只是轻轻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信任我，告诉我这些，你的经历让我更加佩服你，能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你真的很勇敢，很坚强。那一刻，小芳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从未想过自己最不堪的过去，在阿伟眼中竟然成了值得佩服的勇气。他不仅没有嫌弃我，反而更加心疼我，更加坚定要和我在一起的决心。小芳感动地说，但问题远未解决。阿伟的父母依然强烈反对这段感情，而小芳的大伯也担心她嫁到遥远的台湾会受苦，两人的感情陷入了僵局。最难的是，
我们两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确实有很多不同。小芳坦言，在相处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两岸的文化差异，比如阿伟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和空间，而他则习惯事事与伴侣分享。阿伟做事讲究效率和规则，而他则更为随性灵活。阿伟喜欢直接表达不满，而他则习惯忍让和委婉。这些差异让两人在相处中经常产生摩擦。有一次，阿伟工作压力大，想一个人安静待着，就直接告诉小芳，今天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在台湾人看来，这是尊重对方的表现，但在小芳眼中，这简直就是不爱我了的信号。她伤心地哭了一整晚。后来我才明白，这只是文化差异，他没有不爱我，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小芳说，为了这段感情，他开始主动了解台湾文化，看台湾综艺节目，学习台湾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阿伟也在努力理解大陆文化，体谅小芳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两人在磨合中互相包容，互相学习，感情越来越深。2021年底，阿伟决定带小芳回台湾见父母，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意味着他要正式将小芳介绍给家人，迈出组建家庭的第一步。我当时紧张的不行，手心全是汗。小芳回忆道，她为了这次见面，特意买了新衣服，学了台湾礼仪，甚至研究了如何称呼台湾长辈。她知道这次见面至关重要，关系到她和阿伟的未来。阿伟的家在台北市郊区，是一栋带花园的2层小楼，精致整洁。小芳第一次踏入这个家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太干净了，太整齐了，连鞋子都摆得整整齐齐的，这与她印象中的家完全不同。阿伟的父母虽然表面礼貌，但态度明显冷淡。阿伟妈妈不停地用台湾腔问小芳，你吃得惯台湾菜吗？你习惯台湾的生活方式吗？这些看似关心的问题，实则暗含着质疑，你这个大陆女孩能适应我们的生活吗？晚饭时，阿伟爸爸更是直接问道，你是冲着我儿子的钱来的吗？这个问题如同一盆冷水，当场浇灭了小芳的热情。她强忍着泪水，平静地回答，叔叔，我在深圳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靠别人养活。我爱阿伟，是因为他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的钱。阿伟立刻站出来为小芳辩护，甚至与父亲吵了起来。我爸妈还停留在那种台湾比大陆富裕得多的老观念里，他们不知道现在的深圳多发达，不知道现在的大陆年轻人多有活力。阿伟事后无奈地说，见面不欢而散，小芳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我不想让阿伟为难，不想让他夹在父母和我之间。小芳说，她告诉阿伟，也许他们真的不适合，也许他应该听父母的话，找个台湾女孩。但阿伟却更加坚定了与小芳在一起的决心。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管你是哪里人，我都要和你在一起。阿伟对小芳说，他开始频繁地带小芳回家，让父母有更多机会了解这个坚强勇敢的大陆女孩。同时，他也开始了文化互通计划。他带小芳游览台北的街头巷尾，参观历史博物馆，品尝台湾小吃，让她切身感受台湾的文化和生活。小芳也带阿伟回到深圳，带他去看大陆的高铁、地铁、摩天大楼，让他看到大陆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两岸的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很多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其实是相通的。小芳说，比如对家庭的重视，对父母的孝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些都是两岸年轻人共同的价值观。慢慢的，阿伟的父母开始改变对小芳的看法，尤其是阿伟妈妈，在多次接触后，发现小芳不仅勤劳能干，还非常懂事孝顺，对阿伟也是真心实意。阿伟妈妈有一次偷偷告诉我，其实她现在挺喜欢我的，只是阿伟爸爸还是有点顾虑。小芳说，这让她看到了希望。就在两人的感情逐渐得到两家认可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平静。小芳接到大伯的电话，说村里有人看到她和外国人的照片，再次传出她有艾滋病的谣言，说她要把病传染给外国人。这个荒谬的谣言让小芳崩溃，虽然她早已切断与村里的联系，但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依然如影随形。更让她担心的是，如果谣言传到阿伟父母耳中，他们会不会因此更加反对这段婚姻？小芳决定亲自回村一趟，澄清真相，也正式告别过去。
2022年初，他带着阿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河南老家，村子依然破旧，但比起小芳记忆中已经有了不少变化。村口修了水泥路，许多土房变成了砖房，甚至有几户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小芳去医院做了全面体检，拿着健康证明，挨家挨户的向曾经的邻居澄清：我没有病，我很健康，请不要再传谣言了。但大多数人仍然对他避而远之，只是对阿伟投以好奇的目光。这个斯文的外国人怎么会跟我们村的小芳在一起？唯一让小芳感到温暖的是大伯的态度。看到阿伟对小芳的关心和爱护，大伯终于放下了戒心。阿伟现场给我展示了台湾的照片和视频，还给我看了他的工作环境，我这才知道台湾原来这么发达，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大伯说，阿伟的真诚也打动了大伯，这孩子看着实诚，不像是会骗人的。大伯说，既然小芳喜欢，他也就不再阻拦了。但他有一个请求，小芳的父母早逝，他就剩我这一个亲人了，你一定要好好对他，不能让他在外面受委屈。阿伟郑重地点头答应，他亲手给大伯送上准备好的礼物，一条台湾带来的上好香烟和一瓶高档白酒。这个举动让大伯很是感动，觉得阿伟懂规矩，有礼数。就这样，两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迎来了两家的祝福。2022年底，阿伟正式向小芳求婚，小芳欣然接受。他们计划在2023年举行婚礼，然后一同在台湾生活。然而，命运再次给小芳开了个残酷的玩笑。2023年初，小芳的大伯突然生病住院，医生诊断为肝硬化晚期，情况不容乐观。小芳立刻从深圳赶回河南，在医院守护大伯。大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他孤独的离开。小芳说，尽管阿伟劝他早点回深圳准备婚礼，但他坚持要照顾大伯到最后一刻。阿伟理解小芳的心情，决定一同前往河南陪她照顾大伯。在医院，阿伟表现得非常贴心，不仅帮忙照顾大伯，还主动联系台湾的医生朋友咨询治疗方案，帮大伯申请了一些慈善医疗基金，减轻了医疗负担。阿伟真的很好，他完全把我大伯当成亲人一样照顾。小芳感动地说，这段共同照顾大伯的经历，让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但大伯的病情还是迅速恶化。临终前，大伯拉着小芳的手，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丫头，嫁到台湾去吧，那边的生活好，人也好，别再留恋这个伤心地了。大伯的去世给小芳带来巨大打击，但也让她下定决心要和阿伟一起开始新生活。2023年中，两人在台北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阿伟的父母虽然还有些勉强，但看在儿子的坚持下，也逐渐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小芳来到台湾后，发现这里的生活和她想象的很不一样。台湾的公共设施虽然没有大陆那么新，但非常人性化。台湾的服务业非常发达，服务态度也很好。台湾的社会氛围相对更加自由宽松，人们生活节奏也没有大陆那么快。我以为台湾会像香港一样寸土寸金，没想到这里的生活空间其实很宽敞，而且很多地方都保留着传统文化。小芳说，她特别喜欢台北的夜市和古色古香的老街，觉得那里保留了很多已经在大陆城市消失的传统元素，但文化差异依然存在。比如，小芳习惯了大陆的快节奏生活，觉得台湾人做事太慢；她习惯了大陆的直接表达，觉得台湾人说话太委婉；她习惯了大陆的现金支付，不适应台湾处处刷卡的习惯。这些差异让她在适应期经历了不少笑话和尴尬。有一次，我在便利店买东西，习惯性的掏出手机想扫码，结果店员一脸茫然，我才想起来台湾不流行移动支付。小芳笑着说，类似的文化冲突时有发生，但她都尽力去适应和学习。小芳没有台湾的工作经验和学历，找工作自然不易，但她不愿意依赖阿伟，坚持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最终，她在台北一家珠宝店找到了销售员的工作。台湾人其实对大陆很好奇，经常会问我大陆的情况。小芳说，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认为大陆很落后，
人们生活水平很低。而当他告诉他们现在大陆的高铁、地铁、移动支付有多发达时，很多人都表示惊讶。小芳和阿伟的婚姻也引起了一些闲言碎语，有人说他是陆配大陆配偶的简称，在台湾有时带有贬义，有人说他是为了台湾的社会福利才嫁过来的，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说大陆妹就是来抢我们台湾男人的。这些言论让小芳很受伤，但她选择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她努力工作，积极融入台湾社会，参加社区活动，学习台湾文化，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赢得了邻居和同事的认可。现在我们小区的阿姨都很喜欢我，经常叫我去他们家吃饭，教我做台湾菜。小芳骄傲地说。阿伟的家人态度也在逐渐改变，看到小芳的勤劳和善良，阿伟妈妈开始喜欢上这个大陆媳妇。有一次，阿伟妈妈生病了，我连夜照顾她。她醒来看到我还在床边，感动地哭了，说她以前误会我了。小芳说，就在小芳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2023年底，小芳收到河南老家邻居的电话，说村里人发现她嫁到了外国，而且生活得很好，竟然传言她卖血感染艾滋病，骗了台湾人。我都已经离开那个村子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要这样诋毁我？小芳痛苦地说。更让她没想到的是，村里一些人竟然联系上了阿伟的父母，谎称小芳有艾滋病，是骗阿伟的。这个谣言如同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阿伟家的危机。阿伟爸妈惊慌失措，要求小芳立刻做全面体检。阿伟虽然相信小芳，但为了安抚父母，也不得不陪小芳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结果当然是健康的。但这次事件给阿伟家留下了阴影。阿伟爸爸甚至一度提出让小芳回大陆，说大陆女孩都不可靠。就在这个家庭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小芳的堂哥回到老家，听说小芳嫁到台湾后，竟然四处散布谣言，说小芳精神有问题，还扬言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也不让她嫁到台湾去。为什么？因为他怕我在台湾过得太好，会让村里人知道他们当年对我的歧视有多么不公平。小芳无奈地说。他的堂哥甚至威胁说，如果小芳敢再回村，就找人强行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也不让她嫁到台湾丢人现眼。这个荒谬的威胁让小芳又气又笑，他们宁愿送我进精神病院，也不愿看到我嫁到台湾过上好日子，多可笑啊！但阿伟和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反而更加坚定了要保护小芳的决心。我爸妈终于明白了，小芳在大陆遭遇了多少不公，她来台湾不是为了什么福利或者钱，而是为了逃离那个充满歧视和恶意的环境。阿伟说，阿伟爸妈一反常态，主动为小芳打抱不平，甚至表示要帮小芳聘请律师，起诉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我婆婆说，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小芳感动地说，这场风波反而让小芳和阿伟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阿伟妈妈开始教小芳做台湾菜，带她参加社区活动。阿伟爸爸则帮她联系更好的工作机会，还主动教她台语，让她更好地融入台湾社会。我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家人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而是那些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保护你的人。小芳说，她找到了真正的家，真正的归属感。2024年初，小芳和阿伟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阿伟爸妈对孙子疼爱有加，完全把小芳当成了自己的女儿。而在大陆，那些曾经歧视小芳的人，听说她在台湾生活得很好，反而无地自容。我不恨他们，我只希望他们能明白，人不应该因为出身和家庭而被歧视。小芳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两岸文化，消除偏见和歧视。而他的堂哥呢，据说在村里人的指责下，他后悔了自己的行为，甚至通过阿伟主动联系小芳，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小芳宽容地原谅了他，但表示暂时不会回那个伤心地。我的家现在在台湾，我和阿伟会努力工作，好好生活，让我们的孩子远离歧视和偏见，健康快乐地成长。小芳坚定地说，这就是小芳的故事，一个从艾滋病高发村庄走出来的坚强女孩，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在台湾找到幸福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爱情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差异，真心和善良终将战胜偏见和歧视。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见证过太多两岸婚恋的故事，有甜蜜的，也有心酸的。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好人也有坏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你嫁到哪里，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真正懂你、爱你、尊重你的人。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两岸恋情的困惑，欢迎来找丽姐聊聊，分享你的故事，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建议和帮助。记得点赞、收藏、转发，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